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颖演抗日谍战剧，帅气西装革履，抗战片还是偶像剧？身前就要在央视8套开播了，抗日谍战题材配上偶像化的演员，能否让观众既看脸又看剧情？说真的，这部剧能不能在爱国情怀和青春颜值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，还是个大大的问号。这个故事的核心，其实就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在个人仇恨和国家大义之间徘徊，最后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抗战英雄。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像超级英雄的起源故事？主角云鸿深原本只想为被杀害的父亲复仇，却被卷入一场充满计谋与阴谋的长沙会战，而且对手还不是普通的敌人，而是潜伏了15年的日本特工。成长的路上，他要与爱国青年和中共地下党一起合作，对抗那些看不见的威胁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复杂？对，这种复杂就是这部剧最大的卖点之一。然而，仔细想想这部剧的主创团队，再想想过去几年里那些看得人摇头的神剧，不免心中有些凉意。编剧杨楠楠，导演刘国辉和赵丽君，咱们都不算陌生。前者写过《黄金血道》，后者执导了《盗墓笔记之云顶天宫》。豆瓣评分2.6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瞬间不太敢对生前抱有太高的期待了？可反过来说，这种情况下爆出惊喜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，低期待往往意味着低门槛，你懂的。至于主演程毅和颖儿，这俩的组合倒是挺有意思的。程毅凭借《琉璃》火了一阵，有不少粉丝喜欢他的颜值和温柔气质。不过，这一次他需要演绎的角色不是让人保护的小王子，而是一个从内心纠结到成长蜕变的抗战英雄。想象一下程毅从一开始的迷茫无助，到逐步看清局势，勇敢选择战斗，这种蜕变是很有挑战性的。如果他能演好，那就是一次演技上的飞跃；如果不行，可能观众就只记得他耍帅的瞬间了。而颖儿呢？她一直是那个颜值在线、演技中规中矩的存在。这一次，她的任务就是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，给大家送点美好的视觉享受，但也是这样让人担心。太多的颜值展示会不会让人忽略掉抗战的沉重感？你有没有觉得，现在的抗日剧里，颜值好像越来越重要了？那些西装革履、发型精致的形象，真的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抗战英雄吗？毕竟，那可是一个人们连温饱都难以保证的艰难岁月啊。说回身前的剧情，它最大的吸引力或许就在于复杂的局中局设定。云鸿深不仅要找出父亲的杀害者，还要面对隐藏在国军内部的日本特工，一边是家仇，一边是国恨，想想都觉得紧张。而且故事背景是长沙会战，历史上这场会战可是一场惨烈，打得天昏地暗。这种历史的厚重感，如果能结合到剧中，让观众感受到战争的真实残酷，那这部剧就成功了一半。不过，有意思的是，这部剧的发布会和海报却更像是在宣传一部时尚偶像剧。你看到那些精美的海报了吗？每一个主角都西装革履，仪表堂堂，仿佛战场就是他们的 T 台。或许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，毕竟现代的观众都喜欢看些颜值在线的角色。但这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，观众真的会因为这些时尚化的演员形象而产生代入感吗？想想那些经典的抗战剧，老戏骨们往往为了角色毫不顾忌形象，哪怕弄得灰头土脸也在所不惜。这种真实的质感是现在的很多偶像剧演员缺乏的。那我们来说说程毅吧，他的颜值和之前的温柔形象可能会帮助吸引一部分粉丝，但在抗战背景下，他能否真的让观众看到他身上的坚韧和成长？
这才是决定这部剧成败的关键。而且程毅最近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显得挺多样化的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演戏，他还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，试图展示自己生活化的一面。或许这能帮助他在粉丝圈外获取更多的观众基础。但对于深浅来说，如何在帅气与角色真实之间找到平衡，还是个大问题。影这边，他的挑战同样不小。与程毅不同，他过去的角色多是现代都市剧，这一次要饰演一个身处抗战背景中的女性角色，人物的复杂性和背景压力要大得多。战争背景下的女性角色往往具有非常多的面向，既要坚强，也要表现出女性特有的情感细腻。这种复杂性不是靠颜值能撑得起来的。如果影能够真正理解角色的情感深度，把战争中的女性坚韧演绎出来，她或许会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一次不小的突破。让我们回到这部剧最重要的看点——局中局的剧情。这种复杂的情节设定让人期待，尤其是云鸿深在面对父亲的死因和国家的命运时所做出的选择。故事中，他一度陷入敌人设下的陷阱，最终却在伙伴的帮助下逆转局势。这种成长和抗争正是谍战剧的核心魅力所在。然而，要想让观众真的被剧情吸引，光有局中局的设定还不够，人物的情感线和剧情的紧张感必须要做得足够到位。毕竟，一个人经历了内心的挣扎和迷茫，才能真正让他的选择显得有重量。而这些部分才是最打动人心的。历史背景上，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，敌我双方拼尽全力，许多英雄在这场战斗中牺牲。如果深浅能够将这些历史细节融入剧情，展现战争的残酷和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们的牺牲，这部剧就有可能真正打动观众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的俊男美女的故事上。说实话，长沙会战的背景真的值得好好利用，但这个沉重的背景和偶像化的演员如何契合，导演需要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点。程毅能不能在这部剧里突破自我，影又能不能摆脱固有的形象演出新意，这都是值得期待的地方。颜值虽然能带来初步的吸引力，但真正让观众留下来的还是故事和情感。这种矛盾和挣扎正是深浅可能会带来的亮点之一。而且，战争题材的剧作本身就带有一种沉重感，如果导演能够在镜头语言上进行深入刻画，比如说用更具冲击力的镜头表现战场的残酷，用细腻的情感互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这些都能为剧集增色不少。最后，我们不妨给深浅一点耐心，他能否超出预期，或者只是在大热之前迅速冷却，都是未知数。但如果你喜欢看有颜值的演员演绎有成长、有牺牲的故事，这部剧或许值得一看。我们也希望它不仅仅是偶像和抗战元素的拼凑，而是能带来一些真正的思考与感动。你觉得程毅和颖儿这次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吗？